你知道 YouTube 上有许多订阅人数破千万的创作者吗？这比纽约市人口总数还要多。他们究竟是如何办到的？我是 YouTube 策划师及创作者 Matt Koval， 我们来谈谈这些频道在 YouTube 上运用了哪些制胜技巧，还有哪些创意策略。世界各地的创作奇才纷纷在 YouTube 上崭露头角，许多人靠着创新想一炮而红。制作热门影片系列并不简单，但 YouTube 顶尖创作者总有几种做法能吸引大票影迷。为此，我花了1年的时间做研究，向他们请益成功的秘诀。我的结论是10道基本功能帮助你萌生出自己的一套创作构想。无论是用在你的频道，或是你持续推出的影片系列，通过10道基本功，可检验调整你的构想。是否发现我一直提系列这词？你想想，一部影片一炮而红，虽然很棒，但接下来呢？观看次数通常在到达巅峰后跌回常态。为了让频道发展可长可久，你必须找出能重复利用的构想。比方说制作节目或影集，我自己则是交替使用。进入正题吧。提醒你，这不是硬性的检查清单或积分卡，所有建议仅供参考，但是能帮你培养不断回访的忠实支持者。准备好了吗？牢记你的灵感。我们从第1道基本功开始。首先是分享价值。观众会分享你的影片吗？口耳相传是一种强大的传播力量，许多人会透过信赖的亲友认识你，关键就在你的影片要让人愿意与朋友分享。就是这么简单。观众看完你的影片后，如果没有后续动作，观看次数也就仅止于此。如果能让观众有分享影片的冲动，进而实际行动，就能吸引更多观众。你的影片必须让人乐于分享。你可能认为自己的影片很精彩，观众一定会分享。如果真是如此，观众为什么要分享？是对影片产生共鸣吗？影片是否搭上当今的热门话题或趋势？情节幽默风趣，或是赚人热泪？内容是否实用？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问问自己吧，你最近透过社交媒体分享的资讯内容是什么？为何要分享？我很喜欢分享精彩影片，像是新颖的题材，或是新鲜刺激的影片，人人看完都会想与人分享的影片。我的好友 Rat 和 Link 是成功的 YouTube 创作者，他们在创作具分享价值的影片时，都会严格测试每个构想。他们会自问，能否用一句话概括整部影片？内容必须够吸引人，观众才会愿意分享。如果不能用一句话总结影片内容，别人分享时就得用更长的篇幅说明。你的影片概念必须适合跟别人分享。写剧本之前，必须先用观众的角度思考，想想他们为什么可能分享，分享时会写下什么留言。脑力激荡一下，写出可能的分享留言。制作值得分享的影片，对提升观众人数来说有很大帮助。第2道基本功，对话。你能否在影片中直接与观众对话？ YouTube 是个互动频繁的社交平台，社群规模十分庞大，观众常把喜欢的名人当成电脑世界的好友。如果你能像我一样，透过镜头直接对观众讲话，你就能和观众建立紧密联系与忠诚度。我们现在不正在做吗？但请不要像主持人或记者那样对镜头说话，必须让观众觉得你在跟他们聊天。有时甚至能说出几位观众的名字，即使有脚本的叙事内容，能有对话感。我们来看看 YouTube 上的几个成功案例，分别是 Lonely Girl 15、The Guild 以及 The Lizzie Bennet Diaries。这些影片都安排虚构角色直接对着观众说话，明知演员在念台词，但观众就是喜欢。你好吗？当然，用不着这样，也可以有对话感。
Covers with my 2-year-old 这个热门系列则是特例。演员并不对着镜头讲话，不过创作者偶尔会上传这种影片。大家好，我们要回答各位的意见和问题。我们收到了上千则回应。就算偶尔拍一次这种影片，也能和观众培养感情。不管你想怎么做，透过对话，你都能跟观众建立紧密关系。请问你看过哪些创作者善于跟观众对话？制作影片时如何应用这技巧？第3道基本功，互动。如何透过影片与观众互动？制作 YouTube 影片最棒的一点就是能邀请观众同乐，方法不拘。不论是回答影迷问题，或在影片中介绍他们作品，也能请他们为你的新影片提供好点子。看看留言喜欢不喜欢的人数，这是聆听观众心声的好方法，还可以把他们想看的内容列入考虑。互动能让观众知道你愿意和他们一起创作，还能培养忠实影迷。你也可能看过 Epic Rap Battles of History 这个大受欢迎的系列，让2位时代性人物饶舌对战，画面色彩缤纷，生动有趣，还能跟着打拍子。每一集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结尾的互动性。Oh yes, I've heard that EP and see I transcribed it here. Tell me, what comes after the 68th measure of diarrhea? And what kind of drugs does it take to enjoy this? I've no idea. I've seen more complexity in a couch from IKEA. You go piano to fortissimo. That means soft to very, very loud. Cause I'm guessing that you didn't know. Why don't you put down your cue bass and pick up a real ball? I rocked harder than you when I was 5 years old. Whole war! Holster! Yoda-san! 谁是赢家？想看谁对战？由你决定。影片每一集会问观众谁是赢家，还会请观众提议下次的对战角色，意见获选的观众姓名就会公布在新影片中。公布观众名称的这种互动方式，就像我在 Fact Surgery 片尾的做法，能让观众觉得自己是决策的一份子。不但帮忙制作影片，还有影响力，这点非常重要。能把观众纳入频道的制作环节中，你还能怎样和观众互动？写下你的频道或影片系列与观众互动的方式，不但观众觉得有趣，对频道本身也有帮助。第4道基本功，一致性。你的构想是否有重复出现的强烈要素？每一位 YouTube 达人都会告诉你，一致性是频道成功的关键。但每个人对一致性的定义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影片上传时间要一致，也就是每周固定某几天推出新影片。这种做法和传统电视节目相同，配合观众的生活节奏。我的频道横幅写着每周6推出新食谱，观众就会知道我的频道每周6都会有新内容，他们会充满期待。假设现在是星期4晚上，我会很期待明天。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每周5都会推出精彩新影片。有些创作者认为，所谓的一致性就是让某位角色贯穿所有频道内容，影片内容可以变，但是出场人物始终如一。节目形式也要一致，基本上就是经过包装的节目。Equal 3、Man vs. Pin 和 Good Mythical Morning 这些节目每一集形式不变，开场画面和节目单元也都一致。品牌宣传和广告标语也是如此。我是 Robbie Motz， 我认同这个说法，最后是语气要一致。也就是说，频道要有一致的调性或主题。Vice News 是最佳范例，他们的纪录片写实不修饰，观众一眼就能看出这是 Vice News 的影片。你如何让影片系列呈现相同的概念？第5道基本功，锁定目标。是否明确指定特定观众？你第一次制作影片时，通常会希望全世界越多人看越好，对吧？不过 YouTube 创作者发现，想要提高收视率，必须指定特定族群或社群，对自己身份或职业有强烈认同感的人，像是一般大众、妈妈或玩具收藏家等小众市场。以下提供几种指定观众的方式。第一，是从频道下手。Bro Science Life 频道专门制作健身题材的喜剧影片，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坐着健身，就一定会喜欢这个。
小秘诀，躺着健身更轻松。这个频道指定有健身习惯的观众，他们缺乏专属的喜剧节目，因此这个频道成功触及了这块小众市场。第二种方法是透过影片系列，像刚才我提到的 The Guild 的影集，猜猜这个影集锁定哪个族群？你可能知道是电脑游戏玩家，或是魔兽世界的玩家。这些人真的很死忠。The Guild 刚推出时，集数其实并不多。指定观众的最后一种方法是从一部影片下手。我来举例，如何在36秒内惹毛纽约人，就连片名都明确指定观众。所以无论是从频道、影片系列或一部影片切入，创作者会发现，越了解自己指定的观众，所发想的创意就越有吸引力。如果想找品牌或其他 YouTube 使用者合作，双方最好能了解彼此的收视群，才能形成双赢局面。请教各位2个问题，你的影片打算触及哪些族群？你可以指定哪些冷门内容的观众？第6道基本功，历久弥新。你能否制作出更多观众喜爱的影片？持续经营成功的 YouTube 频道都需要花时间，有些顶尖创作者甚至连续300周持续推出新影片。我们不见得有这毅力，但没关系，你还是能在可行的基础上激发更多创作构想。请想想，你手边的资源是否足以延续这个构想？你有预算、演员、剧组、场地吗？最重要的是，你撑得下去吗？创作者 Jack Douglas 擅长制作一系列的娱乐性影片。以他的影集 Your Grammar Sucks 为例，他会在镜头前朗读写得很差的 YouTube 留言，这孩子是可造之才。 Not collage, but places. He's back. Hallelujah. Your face is like Angelina Golly. This give me think how short life is. Lol. He drunks one beer and he is drunked. What a rubbish. 真春，我们来吃午餐吧。Jack 都在绿布景前录影，因为做法很简单，所以能按时上传新影片。他的订阅人数之所以多达150万，主要是因为新影片源源不绝。Fine Brothers 也是历久弥新的好例子，他们在2006年开始制作 YouTube 影片，这个频道至今仍大受欢迎。他们的生存之道是，我们一天至少拍3集，如果办不到就换下一个点子。他们说的是连续录影，也就是一次录好几集，日后分时段播出。你可以考虑这种做法。想要长久发展，请思考制作轻松省时的影片，或者尽可能设法延续影片本身的点阅价值。例如一次录制多集，或者制作幕后花絮特辑。你当然可以制作高成本的影片，但是为了维持支持者热度，建议你还是提供容易制作的2线影集。好，我又要出题目了。制作长寿影集的最大难处是什么？你如何减轻自身负担？第7道基本功，争取曝光机会。影片如何出现在搜寻结果或相关影片？这道基本功的重点在于你该怎么做，才能让你的影片出现在搜寻结果或随相关影片曝光。相关影片就是观赏页面右侧显示的影片，影片播完时也会出现。观众通常在 YouTube 上搜寻2种主题，分别是当红主题和常青主题。当红主题包括选举、节日、奥运、重大新闻、体育赛事等议题。最能帮我们频道吸引新观众的影片内容，通常都跟重大的流行文化有关。你的影片如果能探讨时下热门主题，就能触及寻找这些主题的庞大观众。常青主题就像常青树，终年受欢迎，通常都是教学影片，像教人打领带，或是历久不衰的流行文化主题。星际大战、超人、小贾斯汀，只要留意时事或不退流行的主题，新观众就会找到你的影片。你也能获得更多观看次数和新订阅者。想学厉害的秘籍，只要在 YouTube 搜寻框输入一个字母或单字，就能看到搜寻字词排名。在这里输入 D 就能知道榜首是 Dubstep， 接着是 Drake。 也可以输入教学，看看最多人搜寻的教学课程。另一个秘诀，请把影片调整成最佳状态。
秀出最引人注意的标题、标记和说明。详情请见创作者学院课程，了解如何提高曝光率，把影片调整成最佳状态。第8道基本功，降低收视障碍。你的每一集影片能否让新观众快速进入状况？你是否曾因没看过某个电视节目的前3季内容而对该集剧情一头雾水？我也是，节目名称就不提了，重点在于让新观众从影片任何一集切入都能进入状况，这点很重要，因为观众可能直接切入任何一集，管道包括社群动态、搜寻结果或相关影片，他们对你的频道可能一无所知。你必须让他们快速进入状况，否则他们可能马上关掉不看。请尽量让新观众能看懂每部影片。如果是分集说故事的创作者，可以采取几种做法。你可以考虑加入剧情提要剪辑，让观众快速看懂整部影集或单集情节，或是透过注解或在影片中说明，提供第1集的连接，方便观众观看。请试想，新观众能否随机挑选并看懂你的每一集影片？第9道基本功，协同合作。你的概念有空间加入其他的 YouTube 创作者吗？冲高频道订阅人数的最快方式，就是找有大票忠实影迷的创作者合作，请他们在你的节目中客串，反之，在他们的节目中露面。合作有效的原因在于别人帮你宣传影片时，对方的忠实观众也会看到你，他们熟悉 YouTube， 知道如何订阅频道、按赞、留言，他们会因为喜爱你的影片而订阅频道。我看过好几个频道，靠着一部合作影片就吸引了上千上万人订阅。你和协作者不必住在相同县市或相同国家地区，如果对方在海外，可以请他提供影片片段，就像是你与社群交流互动一样，很好玩。协作也是在 YouTube 上交朋友的好方法。你可以认识其他 YouTube 达人，相约聚餐，或用 Skype 聊天，和同好聊聊有很大帮助，还能建立情谊。只有 YouTube 同好才最了解你的创作甘苦谈。接着，我要针对成功的合作提供几点建议。首先，和与你拥有类似观众群的伙伴合作。如果是烘焙教学影片，跟电玩频道合作的意义就不大。这也很难说了。但请一定要思考观众属性，对方的支持者最好也喜欢你的影片。如果你的合作对象是靠着特定内容类型出名，如果你无法提供对方观众喜欢的那种题材，这个合作就无利可图。其次，要让合作对象在你的节目露面后能够引以为荣，他们才会乐意宣传。请在节目中正面凸显他们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满意影片成品，就会更愿意帮你宣传。合作是让一大群新观众认识你的好机会。第10道基本功，创意灵感。你的灵感是否来自你的兴趣？这点很重要。许多创作达人表示，以兴趣做后盾，才是持续乐于创作的最重要因素。看看 YouTube 上几位最成功的创作者，他们多半充满创作热情。现在是早上6点，我整晚没睡，就是为了拜读你们的来信。最重要的是观众能直接感受到热情。如果是你真心喜爱的主题，制作影片就会简单好玩得多。要怎样结合灵感和个人兴趣呢？了解你喜欢的运动、电视或网志，把嗜好结合你喜欢讨论的话题，在这个范围内找到灵感。如果观众可能喜欢你的点子，但几个礼拜过后，你就不想再碰这点子，就代表这不适合你。一个好点子必须先适合你，对观众才会有吸引力。因此，创意灵感的重点在于必须是源自你的兴趣。以上就是由 YouTube 顶尖创作者亲自传授的创作策略10道基本功，欢迎随时参考这部影片，以10道基本功过滤你的构想，拍摄新内容或是回顾你制作的旧影集。记住，这些基本功虽然不是制式规则，但都很实用。我是 Matt Cover， 欢迎来逛逛我的频道 youtube.com/Matt Cover， 谢谢收看。